大家好，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今天接着说挪威，来看看挪威北边的罗弗敦群岛。罗弗敦群岛整个都在北极圈里面，夏天自然的海景山色，冬天的极光，还有星罗棋布的小渔村，随便一张片片就是风光大片的既视感，是北欧很热门的旅游点。罗弗敦群岛上小镇子很多，原来都是大大小小的渔村，最大的一个是斯沃尔维尔，有4000多人。从挪威大陆往西开进罗弗敦群岛，就一条10公路。斯沃尔维尔是个必经之地，可以说是罗弗敦群岛的门户和补充给养的地方。这里的餐厅、渔港都北欧风情浓浓，可以逛逛，感受一下罗弗敦文化。镇子东北有个山，有时间的话可以爬一下。山上有2个地标，一个是2个角的山羊峰，另一个是魔鬼之门，都值得看看。在山上看到的风景，不能说是罗弗敦最佳吧，也很经典了。步道都不长，就是一路爬山，要点体力的。沿着10公路一路往西南，从816号公路拐下去，就是小镇亨宁斯维尔。这个小渔村建在几个小岛上，五颜六色的可爱的小房子们就在水边，号称北极圈的威尼斯。这里最有名的是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小岛足球场，占了岛上很大一片地方，非常有意思。不知道一年要从水里捞多少球起来。小镇里面主打的是文艺风，各种咖啡馆、画廊、艺术馆等等，适合文青们在北方威尼斯漫步发呆。小镇北面有一座500多米的小山，从山顶上看亨宁斯维尔小镇，风景非常震撼。当然了，和罗弗敦群岛其他的步道一样，这条路也不长，但都是纯爬山，难度不小，是要付出不少体力才能换来无敌风景的。从亨宁斯维尔再往西南开2个小时不到，就到了罗弗敦南边的小镇哈姆诺伊。这个小镇出名的是红色的鱼屋，配上背景高耸的山峰和碧海，是无数明信片和 Instagram 美照的经典取景地。如果是冬天，雪景加上暖灯，如果运气好，再来点极光，太出片了。现在这些小渔屋基本上都改成民宿了，在这里住个1-2个晚上，可以好好体验一下渔村的宁静。白天可以徒步、拍照、划船、钓鱼，就是在仙境里度个假。哈姆诺伊往南10分钟是另一个小村雷讷，也是个必游的景点，号称挪威最美村庄。雷讷也是个坐落在山海之间的小渔村，也是个拍摄罗弗敦明信片风景的经典地点。尤其清晨和日落时分的光影变换尤其迷人。夏天5月到7月，罗弗敦群岛的极昼，太阳整夜不落。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左右是所谓的金色时光，阳光柔和，色温偏暖，摄影效果绝了。到了雷讷，一定要去爬一下雷讷布林根山。山顶上能以上帝视角俯瞰罗弗敦群岛最美的风景，蓝天白云，峡湾渔村，青山环绕。这条步道也是有爬升有难度的，不过一路都是台阶，就是很多，快2000级。不过如果在罗弗敦群岛，您的体力和膝盖只能贡献给一条步道的话，那应该就是这一条。哈姆诺伊和雷讷之间有个很迷你的小岛，被人称为黄鱼村，岛上有个经典的网红餐厅 Anitas， 可以去试试。招牌鱼汤，还有各种鱼虾汉堡，网评都不错。从雷讷再往南开一点，就到了奥镇，罗弗敦开车能到的最南端的一个小村。这个小镇很有意思，名字就一个字母，太言简意赅了。在这里可以参观一下挪威渔业博物馆，了解一下罗弗敦群岛的渔业文化。毕竟这块地方原来不是专门给咱们玩的，人家在这里打鱼过日子有1000多年了。除了迷人的渔村和美到令人窒息的山海步道，罗弗敦群岛还有很漂亮的沙滩。第一推荐的是兰贝格海滩，在群岛中部的北岸。这里的海水很浅，清澈见底，很难想象在北极圈里冰冷的大西洋海边有这样的被周围群山环绕的雪白的沙滩和清澈碧绿的海水。如果不是水温感觉很不一样，还真以为是在加勒比海的哪个小岛上呢。豪克兰海滩在罗弗敦群岛的中北部，南边一点还有另一个挺不错的维克海滩，也都是很漂亮的白沙碧水。豪克兰海滩背靠那座曼能山，不是很高，上去可以俯瞰这2个海滩。
如果不想爬山，还可以沿着海滩绕着山走到北边的乌塔克莱夫海滩，1个小时左右，一路海景，完全没有难度。这个海滩更安静，也更浪漫，因为这里有一块自然形成的心形的石头，退潮的时候可以过去拍照，有点意思。还有一个克瓦尔维卡海滩，要从路边走2公里才到，非常安静，岁月静好的那种美丽。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去看看。罗弗敦群岛的公路桥也是一景，出现在很多挪威的风光照里的。最好看的桥景，在从兰贝格到弗雷德旺的那一段，很多人会来回开好几遍看这几个桥。尤其是从北往南看过去，背景是400多米的三角锥的弗兰德山，拍照效果最好。体力好的同学还可以爬到山顶看海桥，更是一番美景。从地图上看，罗弗敦群岛的纬度其实和阿拉斯加、西伯利亚差不多，但是因为有北大西洋暖流，气候却出奇的温和，冬天平均也就是0度摄氏度左右。加上这里地形复杂，很多地方就是天然的避风湾和峡湾，所以海水也挺平静，旅游拍照非常合适。罗弗敦群岛其实一年都可以玩，4个季节各有千秋。夏季6月中旬到8月中旬是观光旺季，可以看极昼的午夜太阳，天气最好，可以一天24小时徒步拍照、划船玩耍。当然，旺季也是价钱最高的时候，要提早至少2-3个月预定住宿。秋季9月和10月初有五彩秋色，游人也少了，各种活动也都能玩，不错的季节。而且从9月开始，就有可能看到极光了。冬季的2月和3月是极光季，来这里就是看极光和雪景中静谧的渔村的，就是徒步爬山有些困难了。12月、1月不要来，是极夜，基本没有白天。春季4月和5月，春回大地，日照变长，游客也不多，山头仍有残雪。5月中旬开始，花草开始苏醒，可以徒步和拍照了。至于行程，至少安排4到5天，这样可以放缓节奏，爬爬山，看看海，还有渔屋、公路桥、海滩都看看。再品品海鲜，逛逛博物馆、工艺品店，沉浸式体验一下。罗弗敦群岛上公交没那么发达，大家一般都是自驾。沿着意式公路一路开过去，风景震撼，是自驾的天堂。至于从哪里开始租车，一个是可以飞到岛外的埃沃内斯，要开2-3个小时进去，但租车最便宜。或者飞到群岛上的莱克内斯和斯沃尔维尔也都可以租车。还有就是飞到博德，然后开车坐轮渡过去。罗弗敦群岛的鳕鱼最有名，属于精品大西洋鳕鱼，所以一定要尝尝这里的用风干咸鳕鱼炖的巴卡劳，还有鳕鱼汤。当然，这里的其他海鲜也都非常新鲜，错不了的。至于住宿，罗弗敦渔屋是一定要体验一下的。尤其是在南边哈姆诺伊和雷讷这一片，渔屋很集中，推窗看海，风景无边。北边的大镇子沃尔维尔酒店和民宿选择最多，吃东西买东西也比较方便。好了，仙境一般的罗弗敦群岛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下期视频我们会去看看挪威的城市。多谢大家观看，喜欢的话请点赞、订阅、评论和转发。